年末各大平台聚集扎堆来，谁是你心中的 Top One 呢？在小编心中，第一的位置非风起洛阳莫属。虽然从开播到现在一直备受争议，但是这部剧的战绩还是非常扛打的，网络热度一直稳居第一。不论是杨紫的女心理师，还是赵丽颖的谁是凶手，都不能撼动她的地位。而且剧中优质的服化道、精彩的剧情，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要追下去。最近更新的剧情更是精彩，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去看看吧。Hello， 宝宝们，咱们又见面了。风起洛阳明明是部悬疑剧，但剧中的感情线让小编磕到停不下来，尤其是百里弘毅和柳七娘这一条。要知道，两人当初在一起时，虽然柳七娘一直暗恋二郎，做梦都想嫁给他，但是二郎却是万般不情愿。去柳家接亲的时候就是被迫的，甚至被问及为何过来迎亲的时候，二郎表示为了能让我阿爷开心顺遂。但从始至终，柳七娘都是百里弘毅的唯爱粉。在二郎父亲去世后，他更是变着花样哄二郎开心，妥妥的迷妹行为了。面对高冷的百里弘毅，在前期柳七娘追夫之路可是困难重重。不过恋男怕缠女，原本不为所动的二郎也开始对七娘心动了。可能他自己还没察觉到，但是各种小细节和小表情就暴露了他的心意。比如当七娘离开百里府后，后知后觉的二郎立马着急了。为了找到七娘，他跑遍了都城18家胭脂店才找到七娘，还给他带了爱喝的鱼汤，让他喝完就一起回家。明明二郎找到媳妇就非常开心，但是嘴上还是风轻云淡。百里弘毅啊，你别端着了，到时候看你追妻火葬场怎么办？随后七娘在收拾桌子的时候，不小心把摆放的模型弄坏了。本以为百里弘毅又会黑脸，毕竟这可是他心尖上的宝贝。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二郎不但没有生气，还安慰七娘不是他的问题。好家伙，是小编想多了，我们二郎还是孺子可教的。两人也终于进入了后爱的部分。在客栈同枕共眠的时候，七娘作为女孩子自然是紧张的。身为正人君子的百里弘毅面对娇妻在旁，不仅不为所动，还直言要睡觉。不过二郎也还是略带拘谨的为七娘盖被子，这场景让 CP 粉激动不已。百里二郎这个木石之心终于开花了，七娘守得云开见月明。看来我们要想看到两人更亲密的戏份，只能靠我们七娘主动了。七娘发现百里弘毅内心慢慢偏向他后，行动上也更加大胆了一些，在马车上开始了一些小小的肢体接触，一步步靠近对方，最后将头靠在了百里弘毅的肩膀上，像极了青涩的校园爱情。看这段的时候，小编的嘴都要咧到后脑勺了。救命啊，家人们！柳然和百里弘毅也太好磕了。看完他俩，小编坚信强扭的瓜就是甜的。除了他俩外，姚娘的感情线也是让人非常揪心。在剧中的出场次数很少，表面上她的身份是赌坊老板娘，但实际上她还有另一重身份。高秉烛一直在追查蒙面人16夜的下落，当初就是他杀害了自己的兄弟。5年来，他暗中调查，一步步接近真相。观众也很想知道藏在面具下的16夜到底是谁。随着剧情的推进，高秉烛终于得知了真相，但观众和他一样无法接受残酷的事实。高秉烛设局引出联防内奸，但他只是小角色，打死也不肯交代背后的大佬。一筹莫展之际，高秉烛找到了新线索，那就是姚娘所开的赌坊有问题。再结合武思月曾告诉高秉烛16夜是一个女子，几项线索结合就不难得出结论，姚娘就是16夜。但高秉烛不愿相信这个事实，决定夜探赌坊。到了赌坊以后，姚娘也不啰嗦，遣散了所有客人，只留高秉烛一人。面对质疑，他大方地承认自己就是手持十字机的杀手16夜，并且当着高秉烛的面用手机自杀了。姚娘的下线也让不少观众破防了。高秉烛和姚娘这对 CP 真的让人意难平。为了保护高秉烛自尽，姚娘的爱太卑微，尤其是两个人最后一边流着泪一边对视的时候，那种虐心的感觉真的是太痛了。姚娘的童年是悲惨的，她被父亲卖给了春秋道，被训练成了杀手，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杀。她杀光了身边所有一起训练的人，最后成为了一个冷酷的杀人机器。在姚娘的成长过程中，她看不到一丝光亮，也感受不到一丝的爱，直到高秉烛挡在了她的身前，她才觉得这
个世界是有人在乎自己的。从那以后，姚娘就决定也要守护在他的身旁。不过姚娘此生从她加入春秋道的那一刻，她和高秉烛就永远无法在一起了。所以姚娘感叹说，要是我早一点遇到你就好了。从告密者出现在神都后，姚娘多次栽赃高秉烛，甚至欺骗高秉烛16夜已死。姚娘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保护高秉烛。如果不这样做，春秋道的人肯定不会放过高秉烛，要不然这么多次高秉烛一个人和春秋道一个组织对抗，怎么可能从来没出现生命危险？就是因为背后一直有姚娘守护着他。现在他们俩成了仇人，而姚娘接到的最新任务就是杀掉高秉烛。于是姚娘再一次成为了16夜，拿起了手机，只不过这一次却朝向了自己。至死姚娘都在默默保护着高秉烛。姚娘是孤单的，她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就是高秉烛，除此之外再无交心之人。即使面对高秉烛，姚娘也必须带着伪装，所以她受够了这种生活。既然无法和他在一起，那就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他最后一程。一个杀手最可悲的事就是爱上了刺杀对象吧，情字伤人啊！小编宁愿姚娘没有动情，多希望16夜是16夜，姚娘是姚娘，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爱而不得。至此也终于看到了高秉烛和武思月的感情线，太不容易了，热泪盈眶。事业虽然很重要，但月下烛火 CP 偶尔也要甜一甜呀。作为古代大龄女郎的武思月，一门心思的奔在事业线上，眼瞧着年纪一天天大了，兄弟凤玉郎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软硬兼施的催着月华君去相亲。但令凤玉郎扎心的是，武思月没看上世家名门的好儿郎，偏偏对出身不良警还是个通缉犯的高秉烛亲眼相待，屡次三番的为了这个男人忤逆他，甚至为他担保。他种种出格的行为可以窥见他内心深处的一点少女情愫，而高秉烛也对正直善良的武思月很欣赏，甚至有点好感，不然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跑进火场中去救他。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，直到高秉烛再次背锅，成了勾结兵部尚书宋良谋反的罪犯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！武思月火急火燎跑去找罪魁祸首王登城，却被对方给迷晕了。高秉烛前来相救时，面对王登城的威胁，是救武思月还是自己的亲娘，高秉烛自然无法抉择。也许在这一刻，他才后知后觉，自己对武思月不仅仅是一点好感，还有不敢道明的男女情愫。如果不是凤玉郎想要除掉高秉烛，以不良警的人逼迫他认罪；如果不是白领二郎讲义气，鼎力相助，找到东川王想办法救回高秉烛；如果不是王登城一再逼迫，执迷不悟，高秉烛估计一时半会儿看不清自己的心。这部剧之所以好看，除了感情线外，也离不开主演精彩的演绎。黄轩饰演的高秉烛，不得不让人感叹，他真的太适合演糙汉人设了。不管是《山海情》朴实勤劳和黄土地融为一体的德福，还是在风起洛阳中混迹底层略有才华的糙汉高秉烛，都能把角色演绎的让观众共情，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魅力，让角色鲜明的呈现在剧中，这是很多演员都做不到的。而且难得的是，高秉烛完全没有黄轩以前饰演的角色的影子，这比有些演员只会复制粘贴真的优秀太多。宋茜饰演的武思月是护卫出身，所以宋茜在剧中有许多武打戏，打戏拍得很帅。风起洛阳是宋茜继上古情歌后再挑战古装剧，演技越来越好。而且这部剧所有演员都用原声台词，没有配音。宋茜的原声台词比以前进步很多，咬字音色都配合着古装剧的古风形象，可见是下足了功夫。对于王一博饰演的百里弘毅，网上争议不断。不过在这个角色的身上可以看到王一博的进步，从理想照耀中国到风起洛阳，王一博至少做到了理解二字。他在剧中的面无表情，不是所谓的没有演技，而是基于对角色的理解。百里弘毅四目四实，外冷内热，看起来不近人情。除此之外，风起洛阳在制作上凭借细致真实的洛阳美学获得全网肯定。剧中洛阳美学可谓无处不在，充满烟火气息的门市，破落却是人味的不良景，皆由创作团队一砖一瓦实景搭建而成。其活色生香的真实场景，引得众多网友感叹，看到了洛阳古城的恢宏壮丽之美。风起洛阳更用心的是，
剧中对于灯笼的运用，华夏文明5000年，灯笼的历史也可谓源远流长。不同种类的灯笼寓意也不同，风起洛阳在不同场景采用不同的灯笼品种，不仅仅是为了能够给予观众更壮观的视觉震撼，同时也通过剧集向观众传递华夏传统文化的瑰丽之美。风起洛阳传递的洛阳美学风潮，让观众开始关注洛阳，喜爱洛阳，而此风潮也给陶厂华夏古城宇宙之洛阳 IP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更让观众透过风起洛阳去考究古城洛阳的历史，进而走进华夏古城宇宙之洛阳，了解热剧的故事发生地和背后真实的历史故事，进而感受洛阳独特的文化之美。风起洛阳真的很好看，没看过的宝宝们赶紧冲啊！好啦，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。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哦。